今天这篇来源是 Trail of Bits 的部落格文章，标题是 The Sorry State of Skill Distribution。它谈的不是一般外挂商城，而是 AI Agent 的 Skill 市场。当一个技能可以带着提示、程式码和档案被安装进 Agent， 安全问题就开始像软体供应链一样复杂。先把来源放清楚。这篇文章来自 Trail of Bits blog， 作者是 Samuel Judson 和 T. Jaden Hess。Trail of Bits 长期做资安研究和安全工程，所以这篇文章的角度不是介绍新功能，而是问这些 AI Agent Skill 被散布、被扫描、被安装的过程，到底有没有可靠的信任边界？先从最基本讲起 ，Agent Skill 可以想成一包教 Agent 做事的能力包，它不一定只有自然语言提示，像 skill.md 里写的操作方式，它也可能带 Python、JavaScript、二进位资料，甚至其他资产。这也是风险的起点。你以为你只是加了一段说明，但实际上可能也引进了会被执行的程式码。Trail of Bits 把分发管道分成几种。第一种是 zip 档，使用者可以手动或透过 API 丢到像 Anthropic、Claude AI、OpenAI Codex 这类 Agent Harness。第二种是比较像策展仓库，例如 Anthropic Skills 或 Trail of Bits Skills Curated。第三种是公开市场，例如 Skills.sh 和 CloudHub。问题是，越公开越容易上架，攻击者也越容易把技能包装成看起来有用的工具。软体供应链的意思是，你用到的东西不只包含自己写的程式，也包含它从哪里来，谁维护，怎么更新，一路经过哪些平台。Skill 也是这样，当技能从公开市场进到 Agent， 它跨过了一条信任边界。Trust boundary 就是你原本信任的环境跟外部不一定可信的东西之间的分界线。文章的核心观察是，公开 skill 市场正在被恶意技能灌入。这些技能的目的不抽象，可能是偷凭证，把资料传出去，或改变 agent 的行为方向。对一般使用者来说，麻烦在于技能外观看起来可能像正常工具，甚至描述得很合理，但里面可能藏着会改写 agent 行为的指令或程式。Static Scanner 可以先理解成不真正执行程序的检查工具，它读档案、看模式、追资料流，想找出危险行为。有些扫描器也加上 LLM 分析，让模型解读这包技能可能在做什么。这些方法有价值，但它们不是全知的。只要攻击藏在扫描器不会看、不会解或看错上下文的地方，就可能漏掉。文章列出的测试对象包含3组 ClawHub 有 VirusTotal、Code Insight， 还有自定的 Guard Model Harness。Cisco 的 Skill Scanner 则结合 LLM 分析、Pattern Matching、Static Control 和 Data Flow 分析，再加上 LLM Meta Analysis。Skills.sh 整合了 GenAgent Trust Hub、Socket 和 Snike。换句话说， Trail of Bits 不是只测一个玩具检查器，而是看了多种现实中会用到的防线。第一个例子是点 Docs Archive Indirection。Docs 看起来像文件，但技术上它其实有压缩容器的特性，里面还有不同档案结构。如果扫描器只把它当普通文件看，或没有把内层拆干净，恶意内容就可能躲在它没检查到的位置。这不是魔法，而是格式解析深度不够。第二个例子是 Poisoned PyC Bytecode。Bytecode 可以先想成 Python 把原始码转成比较接近执行形式的中间格式，
档名常见是点拍 C， 人类比较会看点拍 Y， 很多工具也优先分析原始码。如果技能里真正危险的行为藏在点拍 C， 而扫描器没有完整反编译或理解它。第三个是 Prompt Injection Style Registry Misdirection。Prompt Injection 的基本意思是把一段指令混进模型会读的内容，让模型不只理解资料，还被资料影响判断。放在 Skill Registry 里，它可能看起来像描述、说明、规格文字，但实际上会把分析导向错误脉络。这点很重要，攻击不一定违反格式，反而可能写得很像正常文件。第四个例子很直觉 ，Trail of Bits 用10万个换行绕过 ClawHub 的 Guard Model Harness。原因不是换行本身有攻击力，而是超长输入可能让模型或前处理系统截断、混淆，最后没有看到真正该看的部分。这提醒我们，用 LLM 当安全判断器时，输入长度和清理方式本身就是安全边界的一部分。文章也提到 Cisco 有做改进，包含更严格的格式验证以及 JavaScript、TypeScript 支援，这些都是真正有帮助的补强。不过 Trail of Bits 的重点是，格式验证能挡掉不合规的东西，却不一定能挡掉语义上有问题但格式上完全合格的内容。Prompt Injection Style 的攻击就卡在这里。这篇文章有一个很好的提醒，不是所有看起来奇怪的东西都是恶意。合法的 Anthropic MS Office Skills 会用到 Soffice.py， 也会有 LD Preload 相关行为。LD Preload 可以先理解成在程式启动时，影响它载入哪些共享函式库的机制。它可以用来配合 Sandbox 限制，也可能被滥用。这就是扫描器困难的地方。同一种低阶技巧，可能是必要绕路，也可能是攻击。所以这篇文章真正想谈的是信任位置。扫描器的 verdict 是一个讯号，但不等于保证。当公开市场里的未知技能进到 agent， 信任边界就被移动了。尤其 agent 可能接触专案档案、工具、账号上下文。Skill 的影响面不只是他自己的资料夹，而是他能引导 agent 做什么。Trail of Bits 的结论不是扫描器都没用，而是不能把信任完全外包给扫描器。比较稳的方向包括策展过的市场、固定版本以及受控更新路径。Version pinning 就是不要永远抓最新版，而是明确指定目前信任的版本，这样至少可以避免某个技能在你没注意时换成不同内容。Attack surface 可以想成系统暴露给外部影响的入口总和。你装的 skill 越多，来源越杂，更新越自动，入口就越多。Trail of Bits 的提醒是，与其期待每一次扫描都完美，不如让技能数量、权限和更新路径都更小、更明确。这样就算某个环节失手，影响范围也比较受控。收回到这篇来源本身 ，Trail of Bits 展示了多个受测技能扫描系统可以被绕过，包含 ClawHub、Cisco Skill Scanner 以及 Skills.sh 整合的几个扫描器。但我们也要保留证据边界，这是 Trail of Bits 的自述研究，不能直接推论所有扫描器在所有情境都失败。真正值得带走的是 Agent Skill 已经像软体供应链的一部分，扫描器可以提供帮助，但信任应该建立在来源、版本、更新路径和攻击链一起被控制的基础上。